真的啊？太好了！楚风，那先别说话了，快用你的方法尽快破解。淡淡说道。遵命我的女王大人。楚风也不怠慢，用心感悟，他已经发现了，在这天地间隐藏着气运圣境的力量，只要能让自己的结界血脉与那气运圣境的力量建立连接，此阵便可破。只是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，但想要建立连接没那么容易，甚至这个难度远比正常破解困住楚风的阵法要难得多。只不过这种难度是对于寻常人，又或者说是寻常的天才，对于楚风而言便是另外一回事。凭借王之血脉的强大力量，以及自身的强大感悟力以及观察，很快他便通过结界血脉成功与气运圣境的力量建立连接。于是楚风睁开眼眸，望向前方，周围雾气虽未散去，甚至困住自己的阵法还在，但自气运圣境顶端却有一道阶梯飞掠而来，直达楚风脚下。凭借此梯可直达气运圣境顶峰。楚风是成功了吗？淡淡看到那阶梯，激动的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这一切太快了，快到连淡淡都感觉不合常理。成功了！楚风也是颇为兴奋，这么快的吗？你这家伙的结界之术现在这么厉害啊！淡淡都有些被吓到了。快吧，那是因为我的女王大人教导有方啊！楚风说道。别拍马屁了，笨蛋！淡淡小嘴笑的都合不上了，不是因为楚风对自己的夸赞，而是高兴于楚风的进步。结界之术方面，楚风年少时确实需要指点，可现在的楚风对于结界之术的掌握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这样的进步正是淡淡所期望的。楚风已登上阶梯，但步伐却始终缓慢。淡淡察觉不对，是不是有阻力？有的。楚风道。那你别急。淡淡道。无碍的，阻力不大。楚风道。啊，既然阻力不大，那你为何不快些走？淡淡不解，却也知道楚风有自己的原因。我在观察那罗盘。淡淡，我总觉得那罗盘不简单，应该不是摆设，但一时之间却根本看不透那罗盘具有怎么样的意义。目前来看，只能感觉到越是对其观察，我的结界血脉便越为兴奋。闻言，淡淡也是顺着楚风目光望去，发现那罗盘上刻写的符咒果然更加清晰，只是他也根本看不出那其中是什么内容。与此同时，百里紫菱已是进入此地，但是他所看到的环境与楚风有所不同，他也能够看到远处的气运圣境。气运圣境倒是没有不同，不同的他周围不是白色迷雾，而是一片石林。在石林内，他无法御空而行，正常行走，却也发现距离气运圣境的距离没有变化。于是他通过阵法，第一时间将自己所处的环境告诉了芥木白。此时的芥木白在气运圣境外，他知道就算和百里紫菱一同进入也会被分开，所以便没有进入。而眼下他盘坐在虚空之上，周身被强大的阵法所覆盖，宛如一轮明日挂在天上，只不过外人根本看不到，因为这阵法有隐藏效果。同时这阵法之中的部分力量竟与气运圣境有相同的气息。不过芥木白盘坐其中，再看此阵却是另外一个样貌，复杂的图案，无数个符咒呈球状于四周飘动，无论是图案和符咒的组成都是在不断变化的，仿佛在泄露某种天机。通过这阵法，芥木白得知了百里紫菱所面临的情况，但他起初也无法确定，而是让百里紫菱认真观察，同时也凭借此阵窃取气运圣境内常人看不到的指引，反复观摩后，芥木白才终于确定百里紫菱所处的石林便是迷宫阵法无疑。但同时他也确定了另外一件事，那件事才是最为重要的。果然是迷宫阵法吗？前辈，我在结界之术方面修为尚浅，破解此阵就要劳烦你了。百里紫菱根本不知该如何破阵，将一切都寄托在了芥木白的身上。此阵无需破，若是破了，虽会获得气运之力，但却无法登顶。芥木白的声音响起，无需破。百里紫菱有些诧异，芥木白的声音则再度响起，此地需要的是血脉之力足够强大，却又自身悟性非凡之人。按前辈所说，这困住晚辈的迷宫阵法反而是一个陷阱。百里紫菱问：算是吧，每一次气运圣境开启遇到的情况都不相同，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也都不同，你这一次的迷宫阵法确实更容易中招，我也是听你讲出细节，分析许久才确定这件事的。芥木白道：那前辈，我现在应当如何？百里紫菱问：既已找到正确的路，其实后面倒也简单，你催动我给你的丹药之力，会大大增强你的血脉之力，再催动那结界铠甲，用心感悟周遭天地的力量。周遭天地中隐藏着一道虚无的门，只要将此门寻的，再将此门推开，门内便会释放出与气运圣境相连的力量。到时你运用结界血脉与此力量相融，便可登顶气运圣境。芥木白此话一出，百里紫菱却犯了难。前辈，我用武力感应可行。他是自信之人，只是对于结界之术，他并没有信心，必须用结界才行。莫要担心，我会运用阵法加强你的感悟力。芥木白说道。好，那我试试。百里紫菱不再怠慢，赶忙照做。1个时辰之后，百里紫菱再度开口：前辈，确定真的有那道门吗？晚辈为何感应不到？足足1个时辰，毫无察觉。他有些没了底气，同时也怀疑芥木白的判断是否为真。莫急，你先掌握这种观察的感觉，当你彻底熟悉了，再仔细寻找，总会找到。接下来芥木白不断指点，而百里紫菱也是虚心学习。
再加上芥木白在外面，以特殊阵法的加持下，又过去了足足10个时辰之后，他总算寻到了隐藏于周遭天地的那道门。前辈，我找到了！百里子陵欣喜若狂。好，子陵少爷，你的结界天赋果然非同寻常。找到了门，便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。接下来破开此门花费的时间更久，但无需担心，你只要听从我的旨意，我保证你可以破开。芥木白说道：“一定可以。”此时的百里子陵对芥木白也是更加信任，同时也是再度自信满满，不由叹道：“前辈，难怪您敢保证，就算那楚风进来，也不可能登顶。这登顶的难度实在太大了，若没有前辈帮助，我就算结界血脉再强，也绝无可能登顶。”闻言，芥木白也是颇为得意，原本是没有这么难，是我开启的时候对气运圣境进行了改造，如今这个难度，除非我指点和帮助，否则任何人都无法登顶，那是一定。百里子陵也是不由附和。可就在此时，百里子陵察觉到气运圣境巅峰有光芒闪烁，睁眼望去，他先是一惊，不可置信下，赶忙用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这才再度观看。可这一次，他却脸色大变，不，这不可能！原来此时于气运圣境顶端出现了2个大字，光芒闪耀，璀璨无比，那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名为楚风。